在影片开始之前，西哥我先稍微推销一下，这周六的会员影片，我将来介绍一起日本的悬案事件。因为日本将杀人案的诉讼时效从15年更改为25年，并且在3年前 Netflix 上面推出的《咒怨之石》当中，将这则案件改编为其中的故事之一。其血腥程度让我不得不将这起案件放进会员影片当中。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哦。要是有看过西哥我最近推出的狐仙系列，那应该就知道我现在旁边飘着一只美丽的狐仙。那如果没有看到，对，我希望你赶快去看。在等什么？对啊，先去看再回来看这支影片。2年前在某一段时间内，各种灵异的都市传说层出不穷，像是幸运信、巫毒娃娃、彰化僵尸北移等等。而在这些传说当中，阳明山上有狐仙修炼这件事情，在当时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这位狐仙是来自于香港温莎大厦被封印的那只狐仙，有人说是有位已经法力通天的大狐仙看中了阳明山的灵气，于是在这里繁衍后代。甚至有人说阳明山上有一位狐仙爱他爱得要死要活。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啊？在现今的阳明山上是否还有狐仙的踪迹呢？大家好，我是西哥，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阳明山狐仙都市传说。在开始故事之前，我们得先要知道台湾其实并没有原生狐狸，因此概念上就如同虎爷一样，是从外地流传进来的信仰与物种。而以狐仙来说，虽然网络上有几个不同的说法，但大同小异的是，几乎都与香港温莎大厦狐仙事件有关。关于这起事件，西哥我以前有专门出过一集来介绍，有兴趣的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那我就稍微简单带过这起事件。在1981年的时候，有人在温莎大厦里某块装饰用的陨石上发现几颗形象清晰的狐狸头印记。此消息一传出，立刻引来大批民众围观，甚至让保安必须用布将陨石遮住，才能让参观民众减少，以避免阻挡出入。之后这栋大楼便开始不断传出灵异事件，当中最骇人的就属满月楼狐仙事件。当时由于新婚夫妻没有向此地的狐仙请安，因而惹来不满，导致家中婴孩夭折。之后负责人从台湾请来一位高人，将狐仙陨石镇压之后，这件事情才慢慢结束。这位法师的真身是谁，如今已经没有史料可以佐证。有人说是龙虎山第63代张天师，有人说是某位黄姓女道长，更有人说是修炼得道的狐仙，化作人样前来教化狐仙。无论是谁，这些说法的故事尾端都是不约而同的将狐仙也放到阳明山。阳明山地灵人杰，深受狐仙喜爱，因此他便留在此处闭关修炼。至此之后，人们便开始纷纷相传阳明山上有位狐仙在修炼。当他出现的时候，周遭人们便会听见山谷之间传来一连串如龙吟又如飞机抵空飞过的地鸣声。同时间，原本晴空万里的山上还会有大雾迅速蔓延，以避免被人看到狐仙的真面目。而位于台北市长春路的狐仙堂，根据官方介绍，是当年叶云瑶老师在阳明山草山行馆附近灵修时，意外与大仙感应结缘，因此将大仙请回自宅，进而成为如今的狐仙堂。关于狐仙堂的诸多事迹，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进一步介绍。而在这几年之间，网络上开始有人流传关于他们上阳明山之后疑似遇到狐仙的灵异事件。传说中，在阳明山上有一间隐秘的狐仙庙，凡是抱持着好奇、戏谑、尝试之心而寻找的人，那绝对无法找到这座狐仙庙。但如果当事人抱持着虔诚、真心之意前来寻找，那狐仙庙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保他青春永驻，仕途顺遂。为此，有许多人曾经前往寻找，尤其是女孩子。而那些成功寻得狐仙庙的人，还有一些事情需要遵守。首先，他不能跟别人讲说自己找到了狐仙庙，也不能透露自己是在哪里找到的。其次，当那些人离开狐仙庙之后，他们沿着一条开满鲜花的道路离去，但当回头望时，两侧的鲜花就会消失全无，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对此，曾经有人在网络上分享过关于他们一行人寻找狐仙庙的故事。以前大二的时候，他和一群朋友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关于阳明山狐仙庙的事情，一时兴起，五人共乘一台车，前往阳明山开始寻找狐仙庙之旅。
其中有位学姐家里是开公庙的，对于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比其他人还懂许多，这也算是他们今天的最大保险了。他们于傍晚上山，可能是天色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不熟悉路途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好一段时间寻找上山的路径。根据他们所查到的资料，他们走到后山一条宽度十分狭窄的山径，大概可以勉强会车，但是没有办法回转的宽度。当他们终于成功上山之后，已经将近要天黑了。但就在众人讨论是否要返程之际，有位中年男子迎面而来，看上去就是居住在阳明山附近的居民走上来爬山的感觉。见有当地人，他们便拉下车窗，并询问对方是否知道阳明山的狐仙庙在哪。那位老伯听到后就亲切告诉他们，只要继续沿着这条山径往上开，走到底就会看到了。于是在道谢过后，众人就提起精神继续往前开。可开没几分钟，又遇到一个看起来上了年纪的老婆婆。当他们注意到老婆婆的同时，也注意到对方正在朝他们招手。原本以为对方跟刚才那位老伯一样是前来登山的人，但当他们靠近他并停下车之后，老婆婆只是默默地对他们说一句：往回开吧，前面没有路了。大家顿时感到疑惑，便反过来和老婆婆说，刚刚遇到一个老伯告诉他们只要继续往前开就可以找到了。想不到老婆婆却表示这里并没有什么狐仙庙，坚持要他们开车下山，否则一旦天黑就很难找到下山的路了。只有坐回到路边，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讨论一番之后，便决定听从老婆婆的建议，往前找了一个路较宽的地方后，想办法调转车头下山。可不知道为什么，再次经过这里，却没见到老婆婆的踪影，一直往下开也没有看到。那名网友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单纯，可由于还没下山，也不敢和其他人说自己的猜想。直到他们看到离开山径的岔路，接连到淡金公路的时候，左后方的车窗突然传出一个撞击声，似乎被人用什么东西砸了一样，扣的一声，吓到所有人。担任司机的那人也吓得立刻踩刹车。正当大家开口讨论时，只见那位家里开公庙的学姐说：都不要说，也不要问，也不要看，继续开就对了。见到学姐如此认真，司机便踩下油门继续前行，而学姐立刻开始低声念经。可才往前开不到10秒，右后方再次传来碰撞声，司机下意识踩了刹车，但这次不用说，他就立刻继续往前开。众人就在胆战心惊的沉默中过了漫长时间，总算接近路口，大家才刚放下警戒时，网友身旁的车窗立刻传出被人用力拍打的声音，所有人立刻尖叫，司机也吓得再次踩下刹车，车子打滑，差点撞到旁边的树木。而网友转头一看，只见刚才那位告诉他们狐仙庙在前方的老伯，此时整个人趴在车子右后方的玻璃上，几乎整张脸死死贴在玻璃上，用凌厉的眼神瞪着他。最可怕的是，老伯此时的脸孔有一半是腐烂的状态。见到被此情此景震惊到无法动弹时，学姐似乎换了个今晚念诵，那老伯立马出现痛苦的表情，对着玻璃用力拍打3下。网友这时才回过神来，大吼着要司机赶紧开车。在一阵兵荒马乱之下，他们终于驶离阳明山。一路上没有人说话，直到他们开回淡水市区，才将车子停在路边稍作歇息。此时网友看向刚才被拍打的窗户，只见上面留下2个漆黑的手掌印。最后他们各自回家，并且在隔天一起结伴到清水祖师庙拜拜。网友事后回想说，不知道当初如果没有回转，而是直接继续往前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更可怕的事。而那个老婆婆也许就是阳明山狐仙的化身吧。说了这么多，不知道荧幕前的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后面就有一位狐仙这件事情，而且前阵子才带他们上阳明山走走。如果不记得对，上周6才上片，所以记得去看哦。总之呢，阳明山狐仙的故事说完了，现在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家狐仙的说法吧。这部分大家可以当做有趣的故事听听就好，不用太较真。另外，你们想看我用灵摆现场问给你们看吗？好吧，看来应该是没有，那我就直接说结论咯。那么那天下山的时候，确实有感受到阳明山有狐仙的味道，又或者说是踪迹，就好像人走过必留下痕迹那样。可惜那天直到下山，他们都没能遇见阳明山狐仙。另外，阳明山上的狐仙并非只有一位，那里比较像是大本营，有香港带过去的那位，有张天师带过去的那群，有感觉到此处灵气，自己漂洋过海前来定居的一群。而且狐仙并非全都是由狐狸修行而成。在《山海经》曾有记载，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9尾。意思是说，有一种神兽，它有9条尾巴，形似狐狸。
就像龙似蛇，凤凰似红腹锦鸡。而这种九尾狐只是长得像狐狸，但并非狐狸，天生就是神兽的一种。阳明山上的狐仙五花八门，就跟在台湾定居不同国籍的人五花八门一样。总之，下次上阳明山的时候，如果出现地名与大雾，或许可以稍微找找是否能有幸看到美丽的野生狐仙，也记得在爬山的时候爱护山林，保持敬畏之心哦。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喜欢的人也可以投超级感谢，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哦。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别忘了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我是西哥，我们下次见。